这次讲法家的韩非。法家就是主张用法令治国的一批人，以法治国。跟他相对的就是儒家的以德治国。这个以法治国的观念呢，很早就有了，像春秋时期的郑国子产，战国时期秦国商鞅，这都是主张以法令治国的。法家的集大成者是韩非子，韩非子是荀子的徒弟，也是深受黄老道家的影响。韩非哲学包含两大块：自私的人性论，然后治国方面讲士、赏罚、法术。韩非认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，人与人之间充满了算计。一善与人之伤，寒人之血，非骨肉之亲也，力所加也。医生善于吸吮病人的伤口，口含病人的污血，不是因为有骨肉之亲，而是因为利益所在。故与人成愚，则欲人之富贵；匠人成官，则欲人之夭死也。所以车匠造好车子，就希望别人富贵；棺材匠造好棺材，就希望别人早死。非愚人仁而匠人贼也。人不贵则愚不寿，人不死则官不卖。情非赠人也，利在人之死也。并不是车匠仁慈而棺材匠狠毒，别人不富贵，车子就卖不掉；别人不死，棺材就没人买。本意并非憎恨别人，而是利益就在别人的死亡上。父母之于子也，产男则相贺，产女则杀之。父母对于子女，生了男孩就互相祝贺，生了女孩就把他杀了。此具出父母之怀衽，然男子受贺，女子杀之者，虑其后变，计之常理也。子女都出自父母的怀抱，然而是男孩就受到祝贺，是女孩就杀了的原因，是考虑到今后的利益，从长远利益打算的。故父母之于子也，犹用计算之心以相待也，而况无父子之责乎？所以父母对于子女尚且用计算利弊的心相对待，何况是对于没有父子关系的人呢？普通人家如此，帝王的家庭关系更加险恶。且万圣之主，千圣之君，后妃夫人，视子为太子者，或有欲其君之早死者。大大小小国家的君主，他们后宫的妃子夫人中，如果有人的儿子被立为太子，他都盼着这个国君早点死。何以知其然？夫妻者，非有骨肉之恩也，爱则亲，不爱则疏。语曰：其母好者，其子暴；然则其为之反也。其母恶者，其子恃。怎么知道会是这样的呢？夫妻之间没有骨肉恩情，宠爱就亲近，不宠爱就疏远。俗话说，母亲被国君喜爱，她的孩子就受宠爱；与此相反，就是母亲被国君讨厌，她的孩子就被疏远。丈夫年50而好色未解也，妇人30而美色衰矣。以衰美之妇人是好色之丈夫，则身见疏见，而子宜不为后。此后妃夫人之所以继其君之死者也。男子50岁而好色之心不减弱，妇女30岁美貌就衰减了。用色衰的妇人侍奉好色的男子，自己就会被疏远鄙视。被疏远了，就会担心儿子不能成为继承人，这正是后妃夫人盼望君主早死的原因。为母为后而子为主，则令无不行，禁无不止。男女之乐不减于先君，而善万圣不移，此震毒恶魅之所以用也。只有君主死了，母亲做了太后，儿子做了君主，那时就会令无不行，禁无不止，男女乐事不减于先君在时，而独掌国家大权无疑。这正是用毒酒杀人、用绳子勒死人这样的事件产生的原因。这是自私的人性论，然后治国理论。第一个概念势，势就是权势、权力。势者圣众之资也，势是制服众人的凭借。韩非说，君主要注意保持自己的权位，牢固地掌握权力，一定要防止手下人权力太大。手下人权力太大，他就把你架空了，你就危险了。
臣避其主，则主失位。臣下蒙蔽他的领导，有什么情报先送到臣下那儿，他想让你知道哪些，他就告诉你哪些；他不想让你知道的，他就不告诉你。那领导就会失去地位。臣治财力，则主失德；臣善行令，则主失智；臣得行义，则主失名；臣得庶人，则主失党。臣下控制国家财富，那么领导就会失去恩德。谁有钱谁就是老大呀。臣下擅自发号施令，那么领导就会失去控制；臣下德行仁义，拉拢人心，那么领导就会失去贤明；臣下培养人才，领导就会失去党羽。此人主之所以独善也，非人臣之所以得操也。这些都是领导人应该独自作为的，不是作为臣下可以掌握的。人主必须牢牢把握住自己的权势，包括情报、财富、仁义、人才这些。具体怎么保住权势呢？韩非提出了3种方法：赏罚、法术。先说赏罚。赏罚是君主驾驭臣子最核心的方法。既然人性都是丑恶自私的，那以德治国是不行的，人们根本不吃你那一套。那怎么治呢？韩非认为治国要用赏与罚。明主之所导致其臣者，二秉而已矣。二秉者，行德也。明君用来控制臣下的不过是2种权柄罢了，两种权柄就是行和德。何谓行德？曰：杀戮之谓行，庆赏之谓德。为人臣者，为诸罚而立庆赏，故人主自用其行德，则群臣为其为而归其利矣。什么叫做行德？回答是：杀戮叫做行，奖赏叫做德。做臣子的害怕刑罚而贪图奖赏，所以君主亲自掌握刑赏权力，群臣就会害怕他的威势而追求他的奖励。赏与罚是帝王之术，不可以随意使用，不能今天你瞅谁高兴就赏，明天你瞅谁不顺眼就罚。你要这么搞的话，帝国很快就完蛋的。赏罚要有尺度，要得当，在实际使用过程中要以法作为尺度。法就是法令了。韩非说：法者，县令注于官府，刑罚必于民心，赏存乎慎法，而罚加乎监令者也，此臣之所失也。所谓法，就是由官府明文公布，赏罚制度深入民心，对于谨慎守法的人给予奖赏，而对于触犯法令的人进行惩罚，这是臣下应当遵循的。赏和罚都要依法进行。韩非认为法应该是简单的，察事然后能知之，不可以为令，夫民不尽察。只有专家才能通晓的东西，不可以用来作为法令，因为民众不都是专家。那种需要专家解读的东西不能用来立法，因为民众不懂。比如有2个民众感觉严重程度差不多的罪行，一个就抓起来终身监禁，另一个就不予起诉，百姓就觉得奇怪啊。这时候就有专家出来解读了，为啥那个终身监禁，为啥这个就不予起诉，就一阵解释。韩非是非常反对这种法的，法律应当制定的简单明确，这样法才能起作用。韩非对法的论述还有很多，执法必严，违法必究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，这些韩非都讲到了，咱们就不多说了。除了法以外呢，君主还要掌握术。术就是权术，驾驭臣下的技术。韩非在他的著作里零零散散地提到很多种权术，咱们找一段有代表性的讲一下。主之所用也七术，七术：一曰众端参观，二曰必发明为，三曰信赏尽能，四曰依听则下。君主用来控制臣子的方法有7种，称为七术。一是从各方面观察验证臣下的言行，二是对犯法者一定要加以惩罚，以显示君主的威严，三是对立功的一定实施奖励，来鼓励臣下竭尽才能，四是逐一听取意见，督促他们行动，一个个的考察就不会有滥竽充数的了。五曰遗诏诡使，五是发布让臣下感到疑惑的命令，用诡诈的方法来意识群臣。
依照鬼使这个不太好理解，咱们说两个例子，这也是韩非自己举的例子。第一个例子，县令庞敬派管理市场的官吏出去巡视。官吏巡视市场的时候要带一个副手龚大夫。官吏和龚大夫出门之前，庞敬把龚大夫单独叫到自己的办公室，但只是让他站了一会儿，并没有吩咐什么，然后就让他走了。管理市场的官吏以为县令对龚大夫另有交代，是来监视自己的，于是就不敢为非作歹，妄自行事。第二个例子，东周军丢了玉簪子，让官吏们去找，3天没能找到。东周军又派自己手下的人去找，结果很快就找到了。东周军对官吏们说：“我的官吏都不做事，找根玉簪子3天都没找到，我自己派人找，不到1天就找到了。”官吏们都震恐不已。其实东周军他那个玉簪子根本就没丢，他就是故意让官吏找不着，好找个茬教训这些官吏一顿，让这些官吏都背上原罪。所谓原罪，就是你什么都没干就有罪，你一生出来就有罪，强行让这些官吏有罪，让官员们有负罪感、危机感，好能更尽心地为东周军办事。6曰挟之而问。6是拿自己已经了解的事情去询问臣下，以此来考察臣下是否欺骗自己。臣下在回答你问题的时候，他不知道你知不知道，也许君主真的不知道，所以问，也许君主已经知道了，故意考察你，这样一来臣子就不敢说假话了。7曰盗言反事。7是故意说反话，做反事来刺探臣子，这就是7种君王的权术。韩非的治国理论就说完了，最后是韩非思想的总结。韩非的思想总的来说就一句话，就是告诉君主保住你的权势。因为人性是自私自利的，所以保住权势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赏罚。赏罚的具体原则就是法。另外，君主也要掌握驾驭臣下的权术。这就是韩非的治国理论。先休息一下。